记得了吗？你再想想，比如姓什么，大概住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你被拐时已经7、8岁了，按理说应该会有些印象。我在那里一直挨打，有次被打到头晕了过去，醒来后就记不清了。女警的眼神顿时变得同情怜悯。没关系，要是后面想起什么，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走出警局，正要往他们给我临时安排的招待所方向走，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赶来。姐姐，我心口一颤，上辈子明明是警方联系傅家后，傅雅才不情不愿地来接我，这次她怎么会现在就来了？傅雅看到我眼睛一亮，3步并作2步走到我面前。我刚想说话，她却率先开了口：我警告你别乱攀关系，我们傅家已经有一个儿子了。我恍然大悟，原来傅雅也重生了，难怪她是怕我像前世那样回去认亲，所以才抢先一步想阻止。我心底酸涩，抬起头，却装作茫然的模样。你是谁啊？你说的傅家是什么意思？闻言，傅雅脸上表情变得狐疑。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却指着自己的头，干脆利落地说：我真的不认识你，之前这里受过伤，很多事想不起来了。听到我受伤，傅雅眼中闪过一丝愧疚，但很快消失不见。我不管你是真失忆还是装失忆，总之你只需要清楚傅家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就行。顿了顿，他又开口：虽然你我素不相识，但看你可怜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还可以给你找个房子，足够你自己生活到成年。只要你别去警察面前胡说八道打扰到我家里人就行。我摇了摇头：谢谢你，但我不需要。不顾他错愕的目光，抬脚就上了车。想到上辈子傅雅临死前却带着笑说他终于可以和爸妈还有弟弟团聚了，我的心就酸涩难耐。他哪怕豁出了命救我，可在他心里弟弟却只有另一个。既然他们一家4口没有我过得很幸福，那这辈子就继续幸福下去吧。到了招待所，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上辈子也是这1年，警察从大山里救出了我。我哭着说出爸妈的名字和住址，满心以为终于能回家了。可当我被送回去时，却发现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男孩。爸妈尴尬地和我解释，我被拐走后，他们太痛苦了，就领养了他，名字叫傅安。他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反而对那个男孩温柔亲近，仿佛他才是他们真正的儿子。明明他们以前最疼我的啊！我崩溃了，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可我受了那么多苦，凭什么他可以享福？指着那个男孩，骂他是小偷，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家。爸妈呵斥我说我太不懂事，我哭得发抖，嘶哑着嗓子喊。爸妈沉默地看着我，眼里有心疼，却也有犹豫。没想到当晚那个男孩留下一封信，悄悄离开了。他说他回孤儿院了，不想让这个家因为他而破碎。我心里忐忑不安，爸妈却没责备我，只是叹了口气，说他们去一趟孤儿院把他接回来。姐姐想跟着去，却被他们拦住。你在家陪弟弟，他好不容易才回来，你要好好照顾他。结果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车子在接男孩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3个人全没了。从此姐姐恨透了我，她恨了我整整10年。想到这儿，我喉咙发紧，眼眶酸涩，擦了擦眼角的泪。现在既然不能回傅家了，我得想想以后的路。我还不到16岁，必须有个监护人。忽然一个名字浮现在我脑海里，沈梦晴，一个挨打时总是护在我身前的瘦弱少女。上辈子要不是她，我早就被埋我的那户人家打死了。我们被罚关在猪圈里瑟瑟发抖时，她把她仅剩的衣服裹在我身上。以后我就是你姐，我保护你。我们一起扛过了无数难挨的日子。可后来她被卖去了另一个村子，被解救时警察说那个村子的人在我们之前就获救了。上辈子我本想去寻她，可家里突如其来的变故终究没能成行。这辈子我决定去找她。第2天天刚亮，我就去了警局。叔叔阿姨，我想起来我的家在哪里了。登记完信息后，我转身刚要离开警局，却被急匆匆赶来的傅雅一把拽住了手腕。我又被你耍了，你之前果然是装的，你为什么非要回傅家？傅家根本不欢迎你。他声音发抖，像是压抑着极大的愤怒。你就不明白吗？我已经有一个弟弟了，爸妈疼他疼得不得了，根本不需要一个多余的儿子。我甩开他的手，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外走。傅雅被我的态度气得双眼通红，她忽然喊道：
你不是被拐卖了吗？为什么不干脆一辈子待在大山里？他这副歇斯底里的模样和上辈子爸妈死后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怎么不替他们去死？如出一辙。我抬手狠狠甩了他一耳光，啪！清脆的巴掌声让他安静了一瞬。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被拐卖的人在你眼里就活该死在外面吗？傅雅像是被这一巴掌打醒了，踉跄着后退半步，眼里露出后悔神色。对不起。一旁的女警终于听不下去，皱眉挡在我面前。这位同志，你怎么说话的？人家小弟弟找自己的家人，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傅雅沉默半晌，最终冷着脸拽住我的胳膊。你不是要回家吗？走吧。我却挣脱开他的手，在他诧异的目光下，躲到女警身后。我是要回家，可这关你什么事？我姐叫沈梦晴，她住在 S 省。我一字一句地对傅雅说道。傅雅愣住了，接着不可思议地看向我。傅言，你长本事了，你哪来的叫沈梦晴的姐？女警立刻警惕地把我拉到身后护着。小弟弟，你认识他吗？我摇头，声音很轻。不认识，而且我不叫傅言，我姓沈。傅雅的表情一瞬间错愕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她忽然像是明白什么。你也回来了，对不对？我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傅言，你以为你装傻装失忆就能抹掉你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吗？还故意编出个假名字骗我。他嗤笑一声。怎么？你觉得我会着急？我告诉你做梦。他逼近一步，眼神讥讽。行啊，你姐叫沈梦晴是吧？那你去找她啊。他得意洋洋地盯着我，仿佛笃定我会惊慌失措。神经病！女警骂了一句，拉着我的手就上了警车。走，别理他。傅雅这才慌了。你们去哪儿？车开了很久，最终停在一栋花园洋房前。我心里惊讶，没想到沈梦晴家里还挺有钱，顿时对投奔她这事多了几分信心。我们上前敲门，等了很久才有人开门。站在门后的女人身形修长，眉眼清俊，却透着几分病态的苍白，碎发微微遮住眼睛，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瘦削的手腕。看到我们，她怔了怔。你们是？姐，我是你弟弟啊！我直直扑进她怀里，她浑身一僵，却没立即推开我。傅言，你疯了！傅雅突然从楼道冲上来，一把拽开我，怒气冲冲地指着沈梦晴。你在干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吗？就往人怀里钻，你不想想，他是个坏人怎么办？看傅雅一脸风尘仆仆的模样，想必是一路跟着我们过来，就像上辈子她偷偷跟着我，最后豁出命救我一样。我神情不明地看着她。她是我姐，你有什么资格骂我姐？傅雅气急反笑，她是你姐？傅言，你长眼睛了吗？我一字一句地反问。她不是我姐，难道你是吗？我盯着她，看到傅雅张了张嘴，那声是几乎要脱口而出，却硬生生停住了。她瞪了我一眼，最后只冷笑一声。差点被你绕进去了。我说了，我不是你姐，你根本不配当我弟弟。我自嘲地勾起嘴角。你们俩到底谁是他姐姐？在我扑进沈梦晴怀里的那一刻，她就已经认出了我。看着我祈求的眼神，沈梦晴叹了口气，转头对女警说：我是他姐姐，谢谢你们帮我找回弟弟。傅雅的神情变得不可思议。好，很好。她面色沉沉地看着我。这可不是我逼你的，是你自己的选择，以后别后悔。说完便转身离去。看着傅雅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阵阵难言的苦涩。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我不再回傅家，可他为什么还要露出被背叛了的表情？等所有人都离开后，我才小声对沈梦晴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那是你亲姐姐吧？如果是和家人闹矛盾，等和好了就回去吧。我摇摇头，上辈子的种种在脑海中闪现。我已经回不去了。正想开口余光，忽然瞥到桌上摆放着的没来得及收起来的药瓶，看清上面的标签后，我心里咯噔一下。望着低垂着头神色不明的女人，我一把抓住沈梦晴的手。你以前说过，如果我没有家了，你就当我姐姐一辈子照顾我。我的声音有些发抖。这句话现在还算数吗？沈梦晴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都静止了，
最终他点了点头，算数。我开心地扑进他怀里。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姐，我就是你唯一的弟弟。我扬起脸看他，我们就是彼此的家人。现在姐，我饿了一天没吃饭了。沈梦晴明显愣了一下。好，我去买菜，你想吃什么？番茄炒蛋吧，再随便买点其他的都行。我随口一说，沈梦晴点点头就出门了。我趁机把桌上的药全都倒进了抽屉，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而没多久，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开了门，却看到门口站着脸色阴沉的傅雅。怎么是你？傅雅不由分说地拉住我的手就往外走。你跟我走，我甩开她的手。你要带我去哪？回家啊！傅爷，你装傻也得有个度。你难道还真要不清不白的待在一个陌生女人家里吗？傅雅声音忽然多了点疲惫。既然我们都回来了，上辈子的事就算了。你跟我回家后懂事点，我和爸妈都不会亏待你。不要总想着和小安争高下。我打断了傅雅。如果我说我回家的条件必须是让傅安离开呢？你会同意吗？空气瞬间凝固，傅雅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接着眼中露出恨意。我就知道，你果然是天性恶毒。你为什么非要赶小安出去？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小安陪了爸妈这么多年，在爸妈心里早就和真正的儿子一样。看吧，我冷笑着。我只是提出这个假设，还什么都没做，你的反应就这么激烈。我和傅安之间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是自愿被拐卖的吗？我被拐走的那些年吃的那么多苦，你们知道吗？凭什么就要我大度的接受原本属于自己的爱被别人分走呢？当初还不是你自己贪玩才被拐走的？傅雅脱口而出。怪得了谁？我猛地抬头，目光如刀。你确定是我贪玩？傅雅，你骗了所有人这么久，怎么现在连自己都骗过去了？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我知道他想起来了。我7岁时，傅雅非要带我去偏僻的玉米地玩，我不愿意走进玉米地，他骂了我是胆小鬼，甩开我的手就自己冲了进去。很快我听到了傅雅的哭喊声，尽管害怕，仍旧跌跌撞撞跑进去找他，结果就碰到了人贩子。我跑了2步，就因为年纪小摔倒在地。谢谢，救我！我朝他伸出手，他却看了我一眼，哭着头也不回的从我身边跑掉了。傅雅的呼吸变得急促，额角渗出冷汗。上辈子你总和别人说是因为我非要去那玩才会被拐卖。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你现在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当初我被拐走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我其实不怪傅雅，毕竟当时他也才9岁。9岁的孩子面对那样的恐惧，逃跑说谎都是本能。可当他一次次用这个谎言来当作攻击我的武器时，这份理解就成了笑话。傅雅，你口口声声说我恶毒，可你呢？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全都是托了你的福啊！傅雅的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是这样的，傅爷，我当时想救你，我后来回头了，可你已经不见了。我摆了摆手，不重要了，上辈子你最后也救了我一命，我们早就一笔勾销了。既然你们没办法做到2碗水端平，那就请你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傅雅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我正要关门，沈梦晴却从拐角处提着菜慢吞吞出现。回来了。刚到。沈梦晴的厨艺竟然相当不错，简单的番茄炒蛋和青菜汤却让我吃得狼吞虎咽。这是我2辈子以来第一次吃到有人专门为我做的饭。以前被拐卖的时候，除了挨打受训，我每天都要做所有家务，伺候对方一家，吃的永远是冷饭馊饭。后来和傅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曾满怀期待地给她做了一桌菜，却被她全部掀翻在地。别费尽心思讨好我。她当时红着眼睛吼道：你害死了爸妈和弟弟，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从那以后，那个家再也没有升起过炊烟。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滴进了碗里。沈梦晴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声音里带着无措。是太难吃了吗？我自己一个人很久没做了，我重新给你做。我摇头，一把抱住她。不是，是太好吃了。姐姐，你能不能给我做一辈子的饭？
沈梦晴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随后像下定了什么决心。好。第二天，沈梦晴带我去办了新的身份证，改名叫做沈岩。我终于有了全新的身份，而傅雅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想没有我的打扰，他们应该过得很好吧。在穆家的这2年，是我人生中最温暖的时光。我和沈梦晴就像真正的姐弟那样相处。沈梦晴不爱说话，可她答应我的事情从来没有一次食言。而我用这2年时间拼命补课，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南大。送我去报到那天，沈梦晴拿着我的通知书去帮我办校园卡。我站在树荫下等她，却意外看见了傅家一家人。他们正欢天喜地送傅安来上学。我怔怔地看着他们，爸妈脸上灿烂的笑容，是我上辈子在短暂相处中从未见过的。这时，傅雅发现了我，脸色瞬间变化，先是惊喜，然后又有点难看。她快步走过来，一把把我拽到树后。你怎么在这？顿了顿，似乎觉得语气不好，傅雅又软了口气。爸妈还不知道你的存在。之前小安还在高3，我怕影响到他，所以还没有告诉他们你的事。妍妍，我之前给你打的生活费，你收到了吗？我努力回想了下，好像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笔陌生转账，不过我都退回了。不想和傅雅纠缠，怕沈梦晴待会找不着我。我有事先走了。傅雅却拦住我，一脸为难。不行，阿言，你现在不能出去。小安刚考上南大，家里人都很开心。如果你出现，会打扰到你们，是吗？我平静地看着他。可我也考上了南大，是来上学的。傅言，你别和我开玩笑。傅雅语气有些焦急。你复读几次连大专都考不上，怎么可能考上南大？上辈子的记忆涌上心头，因为父母离世的打击，加上被拐卖多年没读书，我学习确实很吃力，考了好几次都没考上大学。傅雅曾无数次讽刺我，就你这种像猪一样的蠢货，一辈子都别想上大学。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放弃，一点一点地啃书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南大。傅雅见傅安已经开始四处找他，着急地推搡我。你赶紧走吧，你放心，我以后肯定会补偿你。他甚至叫来了保安。这个人不是你们学校的，快把他赶出去。就在保安要上前对我动手时，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住手！你们要对我弟弟干什么？姐姐！看到沈梦晴，我惊喜地喊道，抛开傅雅就跑到了她身边。傅雅僵在原地，看到我和沈梦晴如此亲近，她顿时怒火中烧。她一把拽住我的手腕。傅言，他怎么在这儿？我不叫傅言，我叫沈言。你再不松手，我姐不会放过你。还你姐？你们孤男寡女待在一起2年，谁知道你们是情姐姐还是……傅雅一时口不择言，刚有些后悔。话音未落，沈梦晴的巴掌已经狠狠打在她脸上。傅雅踉跄着后退几步，嘴角渗出血丝。她正要还手，却见沈梦晴拿出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以及穆家的烈士证，朗声对着周围说道：我弟弟是今年南大新生，我们爸妈更是因公殉职。难道你们南大要眼睁睁看着我弟弟受欺负？这就是你们对烈士遗孤的态度吗？沈梦晴父母都是缉毒警察，沈梦晴曾经告诉过我，她不是被拐卖来的，而是被爸妈的仇人刻意绑架泄愤。等沈梦晴好不容易被救出来后，还没来得及见上一面，他们就因公殉职了。我们住在一起的这2年，他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父母，我也怕戳到他的伤心事，2个人默契地心照不宣。没想到这次为了保护我，沈梦晴第一次提到了他的父母，我心里五味杂陈。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明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周围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人瞬间变了脸色，保安更是连声朝我道歉，并沉着脸要把傅雅赶走。傅雅得知我真的考上南大后，她眼神满是后悔。对不起，阿言，我不知道你真的考上了。可眼看父母的视线被吸引了过来，似乎想朝我们走来，他来不及说完，就只好匆匆离开。姐，你也太牛了吧！你看到刚刚他们的眼神没？差点都给你吓得跪下了。沈梦晴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跟你姐学着点，别以后在外面受欺负了。本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没想到命运就像在开玩笑。推开寝室门，我看到了正在整理床铺的爸妈和傅安。站在他们身后的傅雅脸色瞬间惨白，爸妈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2人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妈妈颤抖着手指着我：
你是？我叫沈岩，我打断了他，挽住沈梦晴的手臂。这是我姐。爸妈眼里露出失望的神色，直到离开时，妈妈还频频回头，眼里满是恋恋不舍。傅雅想和我说话，却被傅安推出了寝室。姐，我这自己就能行，你赶紧和爸妈回去吧，别打扰我认识新室友了。傅雅离开后，傅安亲热拉着我要去采购生活用品，我拗不过他，只好答应。走到无人的林荫道时，傅安突然甩开我的手，热情的笑容瞬间消失。我该叫你沈岩还是傅岩？他歪着头打量我，眼神阴冷。你以为你真的能代替我吗？我惊讶地望向傅安，没想到他原来早就知道我的存在。姐姐很早就向我保证过，傅家永远只会有我一个儿子。他扬起下巴，眼中满满都是有恃无恐。我默然，傅雅可真疼他这个弟弟啊，连这种事都告诉了他。傅安看着我，表情不甘。我被领养的这些年，拼命讨好他们，做了很多，才让爸妈和姐姐都接纳了我。我亲生父母不要我没办法，可他们，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让给你，哪怕你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看着他戒备的神情，我忽然意识到我本该恨他的，恨他占据了我的位置，享受着我本该拥有的一切。但此刻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上辈子那场夺走他和我爸妈生命的惨烈车祸。放心，我不会回傅家的。傅安愣住了，眼中满是不解。为什么？为什么呢？脑海中闪过父母临死前嘱咐傅雅照顾我的遗言，傅雅在地震中拼死救我的沉重画面。忽然我脑中又想起沈梦晴的脸。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家人，就像你珍惜爸妈和姐姐一样，我也舍不得失去她。傅安虽然有些不理解，但眼中的敌意渐渐消散。你和姐姐说的好像不一样。他小声嘟囔着。我笑了笑，没有追问傅雅当初究竟说了我什么，那些都不重要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全身心投入学业，论文收录顶刊，国际编程大赛带领团队拿下冠军，更是以全院第一的成绩获得了国家奖学金。曾经那个跌落谷底的男孩，如今重新熠熠生辉。然而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那天，父母红着眼眶拦住我。我们做了亲子鉴定，少爷。你是爸爸妈妈的儿子啊，跟爸妈回家好不好？傅雅站在一旁，脸色雀跃期待。我和爸妈都说了，你考上了南大，又拿到了那么多成绩，爸妈都很为你高兴。抱歉，我后退一步，可我不能跟你们回家。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不等父母反应，傅雅先不可置信地瞪着我。你拒绝？为什么？明明你以前……我扯了扯嘴角，无声地笑了笑。我以为我之前说得很清楚了。我平静地与他对视。这一次，我从没想过回傅家。我现在是沈岩，你们的儿子或弟弟是傅安，不是我。傅雅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妈妈突然扑上来，紧紧抱住我，肩膀传来湿润的触感。小妍，你失踪的这些年，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怎么能不认妈妈？余光里，傅安咬着嘴唇站在一旁，脸上露出落寞的神色。如果我回来，傅安怎么办？我直视母亲的眼睛。小妍，妈妈肯定会弥补你的。妈妈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等你回来，我们一定把你的东西全都补上，爸爸公司的股份，家里的房子都给你。见我不为所动，妈妈为难地看了傅安一眼，下定决心说：我听傅雅说了，如果你非要小安走，我们就把她送走。反正安安现在也已经成年了，相信会理解我们的。傅安脸上顿时没了血色，不可置信地看着傅雅和爸妈。傅雅却低着头，没敢看他，只是殷切地看着我。小妍，上次你和我说了那些话后，我都记在了心里。我前几天和爸妈去了你被拐卖的山区，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苦，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我知道我以前眼盲心瞎，明明你才是我的弟弟，你能不能让我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这时，一直没说话的爸爸开了口：小妍，你妈还有你姐说的对，只要你回来有什么想法尽管提，
我们不能让你这么优秀的儿子流落在外面。我顿时了然，上辈子回家时，我是大山里目不识丁的被拐卖的男孩，而富安却是他们培养了8、9年的儿子。而这辈子的我展现出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富安。我看向富雅，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只有在失去后才会后悔。又看向爸妈，我现在过得很好，也不想要回到富家。我后退一步，请你们别再来打扰我和姐姐的生活。还有，我看了旁边失魂落魄的富安一眼，他很爱你们，别让他像我当初一样，通过伤害一个人去证明对另一个人的爱，真的很虚伪。闻言，富雅猛地抬头看我，眼里满是悔恨。爸妈却突然对视一眼，妈妈犹豫地开口：“可是沈梦晴她已经答应我们，让你回富家了。”可是沈梦晴她已经答应我们，让你回富家了。我脑中嗡的一声，不顾富家人的呼喊，转身就跑。我买了最近一趟车票，回到家推开家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原本充满生活气息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空得像是没人住过。沈梦晴，我的喊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我蹲在地上，像个被抛弃的孩子般嚎啕大哭。沈梦晴，你这个大骗子，说好要当一辈子家人的。阿言，这个声音让我猛地抬头，沈梦晴站在玄关，单薄的身影像是随时要散开。我冲过去，死死抱住她，生怕她下一秒就会消失。你去哪儿了？你不能丢下我，为什么要赶我走？她轻轻拍着我的背。回家不好吗？我看得出来，你爸妈他们很爱你，他们能给你的比我要多得多。可他们不是你。我抬头看她，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而我只有你。沈梦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再次拒绝。我看着诊断书上中末期心脏衰竭几个字，手指不受控制的发抖。医生翻着厚厚的病历本说，他是先天性心脏病，加上绑架时被绑匪泄愤注射的违禁药物，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我这才知道沈梦晴这几年为什么身体越来越消瘦，脸色越来越苍白。我忽然懂了，为什么上辈子她从未找过我。在那个时空里，她可能早就离开了。沈梦晴一直陷入昏迷，我去求了很多人，问他们有没有办法救她。唯一的办法只有心脏移植，可合适的心脏很难找，愿意操刀的专家也很难找。直到病床上的沈梦晴终于睁开眼睛，我红着眼眶问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治不好的病，说了也是让你担心。那我呢？我的声音支离破碎，你就没有想过我以后怎么办？沈梦晴望着天花板，沉默了很久。终于，她轻声说：“小妍，我已经帮你把后路都铺好了，哪怕没有我，你也可以过得很好。你放心，我立了遗。”我不要什么后路，你宁愿准备后路，也不愿意再试试。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擅自给我做决定？傅雅是这样，现在沈梦晴也是这样。你死了倒好，一了百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多痛苦？我哭得不能自已，抓住他的手，满眼祈求。求你再试试好不好？为了我，再试试活下去。我已经打听到了，最权威的心脏移植专家最近就在国内，等找到了匹配的心脏，就可以动手术，你就可以好了。我语无伦次地说着，直到沈梦晴苍白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意。好，那我们再试试。好，那我们再试试。就在这时，主治医生匆匆推门而入，神情异常激动。找到了合适的心脏源，找到了给沈梦晴主刀的医生也找到了，是富安的导师。这次也是他专门为我牵线搭桥，我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富安却只是轻轻摇头，不用谢我，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可就在手术前夕，傅雅突然来到医院，面色复杂的看着我。以前的事，对不起，是我错了。你别和家里怄气了，爸妈都很想你。等沈梦晴的事结束，就回家好吗？傅言，你就非要那个沈梦晴不可吗？我不想理他，你来找我就是说这些吗？没别的事，我要回病房了，姐姐还在等我。姐姐，他双眼通红，声音嘶哑，你天天当牛做马伺候他，他到底有什么好？我冷冷道，我的事不用你管。我的事不用你管。不用我管。傅雅冷笑，你知道家里为了你这事花了多少钱？
托了多少关系吗？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率那么低，那些钱砸进去就是打水漂。他越说越激动，更何况沈梦晴那种身体，就算这次治好了，又能活几年？啪！我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傅雅愣住了，不可置信地摸着脸颊。你为了他打我？他的声音发抖。傅言，你搞清楚了，我才是你亲姐，那个病秧子算什么？在我心里，沈梦晴才是我姐，钱我会还给你们，一分都不会少，但谁也别想拦着我救她。说完，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傅雅崩溃的吼声。傅安神情复杂地看着跪倒在地的傅雅。姐，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活该被骂？你明明是想缓和与他的关系，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话？你还不让我告诉他，主刀医生根本不是我导师，而是你跪了3天3夜。千辛万苦才求来的。沈梦晴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妍妍，她轻声说，我现在真的想活下去了。我现在真的想活下去了。她比往常更苍白，可眼神却格外明亮。我想陪你一起再过很多很多年。我拼命点头，泪水砸在她手背上。会的，一定会的。手术室的灯亮起，我站在门外，双手合十，祈祷一个奇迹。也许是奇迹真的发生了。护士带来了好消息，里面手术很成功，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熬过去了，现在就等心脏移植了。我几乎喜极而泣，仿佛已经看到沈梦晴康复的模样。可接着，等待的时间变得异常漫长，手术室的灯一直亮着，却再也没有消息传来，直到主治医生推门而出，脸上是掩不住的疲惫和遗憾。医生，我姐姐呢？他看着我叹了口气。我猛地站起身，声音发颤，是移植手术出问题了吗？还是出现了排异反应？我查过，出现排异的话，还有另一种方法。你们……医生摇了摇头，打断了我。刚刚心脏捐献者的家属临时拒绝捐献了。什么意思？我如遭雷击，拒绝捐献，怎么还能临时拒绝？不是早就签了协议吗？我失控地抓住医生的手臂，指甲几乎掐进他的皮肉。你们怎么能这样？手术都开始了，我姐姐心脏都已经摘除，等着移植呢。怎么能还能拒绝？傅家人匆匆赶来。傅雅一把拽住我，小妍，你冷静点。小妍，你冷静点。捐献者生前确实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但现在他的家属反悔了，他们认为摘除器官会影响逝者投胎转世。对不起，我们医院不能不顾及捐献者家属的意愿。我浑身发抖，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去看看他吧。病房里安静的可怕，沈梦晴静静躺在病床上，胸膛盖着雪白的布。我颤抖着手掀开一角，一道长长的刀口狰狞地横贯他的胸口，里面空空荡荡，他的呼吸仍然平稳，面容安宁，仿佛只是睡着了。可我知道，他再也不会醒来，再也不会轻轻喊我名字，再也不会在家里静静等我回家。明明他已经想活下来了。我第一次在穆家见到沈梦晴时，我就知道他不想活。他桌上放着的那些都是抗抑郁的药，还有一瓶已经倒出大半的安眠药，所以我用我们之间的约定吊住了他。我说，姐，你得活着，不然我又没家了。他答应了，可最终我还是没能留住他。我俯身紧紧抱住他，雪白的床单被浸湿。骗子，说好要当一辈子家人的。葬礼那天，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爸妈、傅雅、傅安全都来到了墓园。黑色的伞面在墓园里连成了一片。妈妈缓缓走上前，递给我一个信封。沈梦晴第一次见我们时就给了我们这个。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份遗嘱。沈梦晴把她爸妈留下的所有积蓄和房产全都留给了我。她跟我们说，希望我们能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回家，那就让我们好好善待你。如果你不愿意，有了他的钱，你也能生活得很好。对不起，这些年是我把所有的恨都发泄在你身上，可我从来没想过，你明明也是受害者。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弟弟，是我没做好。沈梦晴他做的比我好。我没有回答。风卷着雨丝掠过墓碑上沈梦晴的照片，她眉眼温柔，仿佛仍在注视着我。原谅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些伤痕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愈合的。最后，我带着沈梦晴留下的钱去了国外留学。
机场告别时，富安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和爸妈的联系方式。姐姐，如果什么时候累了，记得回家，我们都在等你。我笑了笑，把纸条收进口袋，转身走进安检通道。飞机冲上云霄时，我望着窗外翻滚的云海，轻轻摸了摸胸前挂着的吊坠，里面藏着我和沈梦晴的一张合照。姐，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我一直也被爱着。这一次，我会替你好好活着。